本频道由宝岛阵地边境战场现代战场场地提供。本集影片由 TBN 矿质 BB 弹合作播出。说起来还是蛮惭愧的，我这个主打着全民国防之民行玩生存游戏知识的频道，在生存圈差不多已经超过10年左右了，想不到我一次都没有去过 NOA。不过这一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参加 NOA， 居然就是以厂商的身份去参加的。好，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去现场了。既然都来到 NOA 了，一定少不了国军的介绍啦。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台很酷的车，这我们前年才购入的新装备，野战喊话车，就主要以前我们那个行战喊话车都是用悍马车，它车上有断电系统，因为现在我们在室内，所以插电。它如果充满电，我们全效能都开的话，大概可以1天。我们上面那个喊话器，它是可以360度旋转。像我们国庆有没有活动清场，也会找我们去。星战喊话车看完之后呢，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很酷的小东西。这是我们的防爆机器人操作台，就是它这边的这个是它的夹具分区，这是它的小型的一个操作台。如果在非必要就是用到这个操作台的话，是行走的话，就可以用这个小台的这个实际操作。这是它的那个接收器。这样的防爆机器人大概都是处于在夹具上面，就是会夹走东西或是夹住动物。但是如果是当场就需要集结的话，我们会有水炮弹，就是它的红外线。原换地的话就是1公里，1公里呢还蛮远的。大概如果你在大楼的话，都可以接收得到。OK， 接下来就是拍国军系列的焦点特战的部分啦。真的想不到我的频道居然还有特战的弟兄是我的粉丝，实在是太幸运啦。当然不免俗的也要拿一下狙击枪，以及跟我的粉丝来拍张照片。好的，那我们就话不多说，直接请我们这位特战弟兄来简单的介绍一下突击车。那目前像我们的750，就是750就是 A249的构造版，那我们有做伸缩托，然后以前的没有鱼骨，现在加上鱼骨，然后标具，然后前面也换成鱼骨，然后我们有短枪管，对，这个是攻击头的短枪管，目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这车型有2种，一种像这个是可以黑直升机吊环，就是你看它前面有这个钩环，所以那个隔壁的航空旅是可以把你的旅车吊起来。那你上次看到的版本应该是没有多这个铁，对，因为我们有多这个空间，然后可以放弹药箱，对。然后座位变成4人座，因为之前的是3人座，对，就是我们有不同的共享。这里原本是放那个66子弹，然后6号，然后3管3。以前像我们的吸管式也变成是有鱼骨的，可以装。好的，感谢这位国军弟兄帮忙做一些简单的介绍，相信你有看这部影片，也在底下留个言给大家认识一下哦。最后附上我坐在突骑车上面的照片给大家品乓几嘞。其实国军的摊位呢，占地不小，不光是陆军，连空军跟一些科技兵种都有来。那这边看到的飞弹呢，其实大家不用担心，都只是模型而已，或是该拆的都已经拆掉了。这次他们也很用心的提供一些小礼物来送给我们这些参观的民众。下次的 NOA 也欢迎大家多来逛逛哦。接
下来我们来看到这次的主办单位军务特收，他们除了是主办单位之外呢，另外他们也有摆摊位来卖一些军事相关的周边，以及自有的文创品牌，都有贩售一些比较有趣的小东西。另外也有越南大战官方授权系列商品，一些大家所熟悉的游戏角色，在这边都可以找得到。好的，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个比较有趣的台湾实用设计协会啊，就是我们的 IPSC 哈。如果有来过红星上过他们课程的朋友呢，相信对郭大哥应该有印象。他们这次参展主要也是要推广这项运动。他们参展的第2天就举办了一场小比赛，每个来参观的民众都可以参加。那第1名的奖品呢，就是我手上拿的 PPQ。那因为这次呢，我的参展时间只有1天而已哦，所以呢，就只能来这边先试打过干瘾一下。Stand by。成绩打出来大概是6秒08左右，没有说很快，可能有些没接触过这项运动的朋友呢，会觉得我打得蛮顺的。那接下来给大家体验一下我的体感时间。厂商的部分，接下来我们先来看一下 STAC。大家都知道 STAC 它所主打的是发光器以及电子靶的部分，而这次他们有针对枪型来做一个发光器以及它的快扣枪套。另外呢，它有研发出一款很屌的机械手臂。我们接下来请 STAC 的老板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是电动弹头，它游戏启动它就帮你上发条，它游戏结束就帮你把发条给 release。它会侦测弹鼓，如果你弹鼓里面没有 BB 弹，你就会给它攻好，送1800上来，它就从那个透明的轨道这样送1800上来。所以以后啊，你假设这一个东西可以28000，你28000弹的肥料，你可能营业1个礼拜或3天才需要去再倒 BB 弹进去。右撇子微准，对，就很顺了，而且拿不走，枪就锁住，除非他带工具来把它套给罩。在枪店什么应该不会有人特别这样子做了，拿一把这个套拿出去也很奇。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就介绍咱家的兄弟啦，4UAD。它除了自己有贩售细油以及螺丝胶之外呢，最近它有推出一款 Hub 皮的部分。据说它的 Hub 皮有测试很多种压点，最终选择了这一款。那么来听一下它的设计理念是怎么样子的哦。有时候它会偏到左边或偏到右边啊。那我研究出来的这个 contact 就是说，你有没有发现，不管 BB 弹偏左边还是偏右边，它 always 的 contact 都是在中间的。因为重点其实是在这一个 axis 啊，因为如果说像比方说今天如果是双压点，我今天 BB 弹磨左边或者是磨到右边，我们的 friction is different， 它可能就会偏左边用。哦，明白。对，所以我们就只留中间给它磨。所以这样 for this case 的话，就是 it's the most consistent。接下来就是海神 CSI， 相信大家知道海神会出名，就是因为电子扳机的关系。最近他们推出一个新的电子扳机系统，我们接下来就请他的工程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它这个是我们全新设计的电锁工系统，叫做梅杜莎。那它是靠蓝牙模组来连线。它现在是保险状态，所以说你可以看到整个系统进来的时候，它就是保险。那我给它开启到单发状态，这边做什么动作，这边都会显示。我现在的状况就是完全单发，但是有开 LED 灯哦。然后大家可以来看一下这边，它的 hold up 它本身就有附 LED， 所以你可以直打夜光弹。我也可以给它改成双动扳机 ，OK， 然后可以调整它在任何模式之下，除了保险安全模式之下的弹量。我现在打到5发，然后按一下就是5发。OK， 那如果是3发的话，2发，这个是2发。
那它还有一个特别的功能，因为它是蓝牙嘛，现在是可以远端连线，我可以用手机来控制它的射击动态，就是把枪藏在某一个角落，然后人在旁边看，然后自发。这边它可以调整你扳机的扣压灵敏度、压深、压浅，电池的所有装置的目前最新状态，系统有故障的状况，这些都可以做成记录。你可以记录你自己的枪的枪支名称、软体版本、扳机的校正。当出现你扣单发的时候好像状况不好，那你就做扳机校正，或者是保险安全的校正。然后当然这个已经到了 Google 上面，或者是苹果 App 上面的话，它也有装置升级的功能。基本上大概就这样。好的，接下来跟大家介绍这个 Speed QB 的摊位，马西丹兄弟啦 ，Nob 开的摊位，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觉得 Nob 感觉很像亮哥呢？哎，亮哥，我帮你找到失散多年的儿子了。好了，开个玩笑。那这个摊位呢，不用多说，就主要是一堆 Speed QB 的改套之外，还有一堆配件，那提供大家做一些选择。那 Nob 本身呢，也有主持相关的 Speed QB 的活动以及策划。那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追踪他的 IG 哦。接下来我们看到 AR Tech 这次请军武安妮来帮大家介绍他们这次的产品。那你们这边主打什么？你们今天主打什么？你看到的Novasky而且是G3的部分的话，它所有的套件都需要重新开幕。这个地方细节我们也有做到，包含枪里面的枪管也有。此外的话，有喜欢老学校的朋友，它的经典就是对，是我们是授权的套件。深科哎，还有5.56，因为都是授权才能这样做。我们没有卖成枪，都是套件。它有通用哪一家的吗？ GHK。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厂商是 HYZ 以及 ANS， 这个也是温兄弟啦 ，Q 哥跟 HYZ 老板一起合开的摊位。HYZ 这个品牌，不管是护目镜、抗弹板或是个人装备，相信大家应该都不陌生。至于 ANS， 就是 Q 哥自主研发的品牌，除了 GHK 的 AR 钢枪机之外，现在他们又要发表新产品喽。好，有了。就这样。那就是你就可以用力的去把它盖下来，你不用担心它损坏。那这个是电动弹鼓，我们是如果说它在研发的时候，它会自动上弹。你今天气瓶在保证说有气的时候，你甚至是可以说直接换弹，把弹鼓抽掉，我再上去，我再上来，我就可以再继续设计一个我觉得比较仿真、比较合理的结构。毕竟说实在的，都买249了，不会有人想要带啤酒去站起合理嘛？去山谷，对，那玩的拿249多开心，但是打不过一支电枪。好，我会把这一段放上去的。好，那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Bolt。那 Bolt 这次出的产品呢，大家比较期待是它 NWS 系统的成枪，因为目前阶段是重要零件已经做好了，但成枪的部分还是需要大家敬请的期待哦。所以还是马路易，但是改了我们的东西进去了，哦，打起来的感觉会差很多。哦，可以试打看看。好，可以，所以也跟马路易不会有公差。原则上都是通他家的东西。你今天如果有很多 NWS 的弹夹，也可以直接给我们的枪用。哦。然后如果你买了我们的弹夹，你也可以直接给马路用，而且性能还会提升。哦。啊，录影哦。哦，好，来喽，开始，已经开始喽。OK。会啊。那我们先来看一下飞行独角兽的部分。那相信许多玩家都知道，独角兽是在卖 HUP 以及精密管相关的产品。那这一次我看到他们在卖固定式 HUP 座，那我们就来看它一些简单的讲解咯。就它是这个接这个，发现你不是小学就是买，但是那个可能就是我们在调整之后就要先加一点主视角，然后调整完确定完之后，然后再放1-2个小时让它干。哦，它这边调 HUP 的嘛？这边调 HUP 的，这个是调这边这一个是调整那个。你要外烟，那么大一个。那所以之后
它也这边如果钻个洞的话，也可以做快调的东西。可以，如果有洞的话，变多你要这样下面。不过那个样会变成一个正规。现在新的都喜欢往上面调，可那个上面调的那个，过去以前我帮其他国家有设计。对。他们在 Pro Bake 的时候，有时候滑到会滑到这样子。会掉，而且他们那个最讨人厌的事情是，你在边打的时候，那个螺丝并不是往下沉，是往上的时候。对。那可能因为在 Pro Bake 的时候，这边有一颗螺丝，对吧？可能滑到刮伤这样子。跟着独角兽摊位一起开的一位素人小雨，马西温兄弟啦。接下来就给他一些时间跟大家介绍一下。对，它是707的铝合金，它锁点都是用那个指腹螺丝，它不会直接锁在那个螺丝上面，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要刮伤。这个是为了固定保片，它是固定保片，它是可以做替换的，但是基本上如果你打爆了，你可以直接交现场。它目前可以扛到4胶的以上，对，.2大概已经200了，所以你要打爆的时候，.2你要超过200以上。好的，来到最后一个贝尔的部分。那最近贝尔呢有推出几款新款式的电枪，而且这支贝尔呢也很有诚意，把枪上面的金属材质全部都换成铝合金材质。而这次贝尔重点宣传的 Dracarys 正是由 TTI 授权 John Wick 捍卫任务4同款的龙袭枪，而且此次内购金属材质为铝合金之外，为了对应龙袭枪是散弹枪，这把 Dracarys 所使用的是电子扳机，一次给你射3发，目前开始预购中。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在说明栏以及置顶留言里面点开红心的连结去看看哦。OK 啊，那影片的最后呢，我就拿 LCT 这2位妹子来当影片的结尾。因为这次我只有参加1天而已，所以没有介绍到的厂商呢，请多多包涵。还是老样子，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按赞以及分享。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我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IG 以及 FB。好，就这样，我是瓦哥，我们下次见喽，拜拜。